国防部宣布，5月29日至6月3日，国防部长董军将应邀出席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访问新加坡。相关消息增加了外界对于中美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会晤的期待。在当前南海和台海局势升温之际，尤其是上周解放军东部战区针对台独嚣张气焰和外部干涉势力介入，举行联合利剑2024A 演习的背景下，中方将如何持续对美亮明台湾问题的红线底线，备受各方关注。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访新期间，董军部长将与新加坡政府和防务部门领导举行会见会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董军部长将围绕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做大会发言，并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而美国国防部本月24号宣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预计将于本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当天，奥斯汀在完成膀胱微创手术后续治疗后恢复履职。中美防长上次举行面对面会晤是在2022年11月的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英国《金融时报》称，美中两国防长面对面会晤将是美中两军重启沟通的最新一步。美联社称，自从4月奥斯汀与董军视频通话以来，两人的会面被外界广泛期待。今年4月16号，董军应约同奥斯汀视频通话，这是中美元首去年11月旧金山会晤后两国防长首次沟通对话。分析认为，这标志着中美两军军事沟通全面恢复。外界预计，若中美防长会面如期举行，南海问题和台海局势将是焦点议题。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总统马克思将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他预计会阐明在南海问题的立场，而美国作为菲律宾的盟友，在菲律宾此轮对中国南海岛礁的侵闯挑衅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推波助澜的角色。而且自去年以来，美军也持续通过军事部署和演习，强化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不断以域外大国身份介入南海问题，并使之复杂化。而台海局势更是中美防长潜在会面中绕不开的话题。董军在上月与奥斯汀的视频通话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解放军对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绝不会听之任之。时隔1个半月，台海局势愈发风高浪急，原因就在于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就严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赤裸裸贩卖两国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解放军东部战区随即在23号至24号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习。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4号就表示，此次行动打的是台独嚣张气焰，射的是外部势力干涉介入，完全合理合法、正当必要。有分析认为，这也是对默许纵容赖清德台独自白的美方的强烈警告。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援引本地学者的采访指出，奥斯汀和董军见面将让双方更清楚划清不应逾越的红线，防止任何误判。对中方来说，不希望看到任何被视为支持分裂主义的行动。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匡宇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如果中美防长面对面会晤得以成行，中方一定会向美方严正表明和重申，台湾问题是红线中的红线的基本立场，需要不折不扣按照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精神执行，避免因此动摇中美来之不易的军事交流对话恢复的政治基础。解放军近期进一步的对于台独的这样一个震慑相关的一个军事的演训的活动，那么实际上美方也是高度的关切美方会高度关切这样一种活动这样一种动态的发展是如何影响它在所谓的西太平洋地区和台海的这样一个利益的关切。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对于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实际上它是有交集的。尽管美方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小算盘、小九九，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与中方去冲撞底线这样一个突破红线、撕破脸面，实际上对于美方自己的利益也是毫无意义的。深圳卫视注意到，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西点军校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还强调美国愿意在需要时使用武力保护国家、盟友及核心利益。
台湾《中国时报》27号的文章就认为，拜登当着美军校生面前强调会动用武力保护盟友，这和以前被媒体毒访、被询及会不会为台湾出兵而做的回答情境大为不同。虽是选举期间，但拜登选在西点军校这种庄重场合，又在解放军刚进行军演情况下说出如此的话，代表美国是认真在布局台湾这张牌了。文章认为，美方的口头支持只会让赖当局更强调军事备战，而非积极与大陆沟通交流。拜登的谈话对台海军事情势降温丝毫没有帮助。新加坡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也在25号的评论文章中指出，倘若美国以为可以无成本地以台湾海峡为筹码，而中国大陆又不得不回击以示强，则必推高擦枪走火的风险，对区域和平蒙上阴影。曾在马英九时期担任台当局安全会议副秘书长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兼任教授杨永明26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分析认为，拜登说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美国愿意在需要时使用武力保护国家、盟友及核心利益，是在不同语境下的两句话无法划等号。这与拜登此前数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要保护台湾，甚至错误引用北约第5条的情境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看到拜登在去谈所谓的台海和平的时候，他用一种模糊的语言来去处理美国的这样一种这种所谓的一个对于同盟的义务和他的国家利益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拜登也是对于两岸双向都是在去释放一个希望能够稳定，而不要去单方面做出所谓挑衅或者改变现状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我觉得同样也是讲给赖清德当局去听的。在解放军东部战区环台岛举行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期间，美军的动向也备受关注。美国海军第7舰队当时以电子邮件回复路透社的询问时表示，美国海军第7舰队仍然致力于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是确保印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根基。但相关邮件中并没有提及解放军的演习。但据相关报道显示，常驻日本9年的里根号航母本月中旬驶离横须贺基地，准备完成最后一次西太巡逻，然后返回美国本土。在解放军东部战区展开大规模联合演训的当天，里根号与其随行舰艇被发现在菲律宾附近海域进行海上补给。24号，该编队继续在菲律宾海执行任务，而将接替里根号常驻西太平洋的罗斯福号航母日前才结束在新加坡的休整并驶离，同样远离解放军的演习区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国派出2个航母战斗群靠近台海。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还公开警告说，如果大陆决定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将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但2022年8月，解放军反制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的环台军演，以及去年反制蔡英文过境窜美的环台军演期间，美军航母都选择远离演习区域。刘匡宇认为，美军此次的沉默以对，一方面可能是对中国大陆的雷霆反应缺乏预判，并希望借机观察解放军的对台最新军事准备情况；另一方面，则凸显美方对于此次赖清德讲话存在误判，事后也不希望通过军事行动来为岛内台独势力背书。对于美方而言，我们看到实际上，这里边包含的一个潜台词是，恐怕美国的政府和军方也是从心底会认为中国大陆在此时以这样一种雷霆手段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去进行震慑是有自己的合法性的。那么也就是说，有美方这种挺独挺赖、理亏在前，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不敢以大动作进行回应不想引起这种所谓的安全困境的螺旋的上升。深圳卫视注意到，尽管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已经结束，但其震慑效果仍在陆续显现。岛内社交媒体24号出现一封匿名空军飞行员致赖清德的公开信，表示台空军人心动荡，有人宁愿赔300万也要走人，引起轰动。公开信指责赖清德只会喊抗中保台，却没想过我们基层的感受。赖清德要不要来一线看一看我们每天忙到爆的生活？台空军司令部25号紧急发声明，声称内容并非事实，但也无法提供确切证据。观察指出，台军方的辟谣显然更加炒热了这一话题。
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26号在岛内争论节目中就痛批台防务部门完蛋了，只留下一批巴结、奉承、不敢面对现实、不敢讲真话的这些人在跟赖清德。我跟各位讲，这绝对是真的。我为什么讲是真的？大家看一下后面的内容，他服役14年，然后他还剩下5年，他说可不可以再飞5年？他为什么14+5？你知道？因为20年可以领终身俸，他不晓得他可不可以撑到再撑5年领终身俸。关键在这一句话，你不要以为说这些飞行员就跟这个游览车司机一样，他只负责开车，他回来还要办业务的，他下了飞机以后还要写作战计划。那你想想看，是你受得了受不了？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也同场爆料，可以去问华航啊，我事实上有这个资料，可是我不想公布哦，因为上面有个资啊。哦，华航最近在应征，就有一堆就是现役的飞行员，那就是很多都是少校啊，哦，也有上尉啊，就你可以自己去查啊。会没有这种资讯吗？解放军举行联合利剑2024A 军事演习，你有什么样的观察？此次军演的主要目标是惩戒台独分子，威慑外部势力干预。换言之，解放军的演习的目标是明确的，各方的反应呢也相对克制。一方面，军事演习显示了解放军的实力的提升，两岸军事实力已经发生逆转，统一的大势不可逆转。此次演习也显示出台湾作为一个岛屿在地缘上的局限性。随着解放军海空力量的发展，台湾不再是孤悬于大陆之外，而是在解放军的掌控之下。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赖清德的台独言行，大陆表达了坚定的决心，以军事演习宣告台湾是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核心，是不能触碰的底线。解放军的演习也在台湾岛内引起了关注和讨论，岛内民众反对战火，反对赖清德的台独言行，两岸人民是一家人。普通的民众不愿卷入战火之中，维护两岸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符合两岸人民的福祉。台湾近几十年的发展和繁荣也是需要地缘政治前提的，两岸关系的稳定为台湾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机会，也让台湾能够提升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没有两岸关系的稳定，台湾的发展与繁荣的局面就会失去根基。或许这是赖清德这样只有狭隘岛屿世界观的人难以理解的。解放军的军演是给赖清德提个醒，不要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另外，中美防长将在相会举行会晤，由此反映出军演并没有引起中美关系的波动，也没有改变中美关系起稳回升的态势。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台湾在中美关系中只是一部分。美国打台湾牌，而非真正的关心台湾民众的利益。赖清德当局试图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体系中左右逢源是很难的。亚太地区的整体的基调还是和平与发展。